你既不能为我提供温柔解语的无忧后宅，又不懂以夫为天，事事争强好胜，爱出头，实非可与我共度余生的良人。你说什么？你既然是如此想我的，当真觉得自己是个好妻子吗？你满脑子都是案件，满眼全是卷宗。一个男人究竟想要什么样的妻子，你可曾认真揣摩过？你本就是提家入门，还背负着细俗的身份，别忘了当初的三妄想。3月之期已逾，我沈度决心要与你和离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和离。我言信从今日起，与你沈度桥归桥，路归路。你白无常的一切，我从此都不沾。你沈家的荣辱，从此也与我无关。心分过，一生萧索，一生寂寞。情染过，何处散落，何处斑驳？在迷雾中漂泊，茫茫烟波，黑暗中摸索。你经过天人花火，为求功，敢夺承诺，敢做修罗。爱不说，刺痛人也戳伤我。睁眼图花开落，大雨滂沱，灯火会交错，你就是我的下落。谁不过落寞与困惑，看透我脆弱都不必说。谁不过是所以执着，收留我不得，绝不陷落。绕不开你我里面的枷锁，怀抱你给过的温热，我看清自己这样一个我。谁不过是非与对错，在人海颠簸，只靠近我。谁不过恩怨与因果，不必我失落，绝不逃脱。前尘落，几次相遇过，宿命谁真的我？为你横渡，为你扑火，愿随你在尘下隐没。
六娘，六娘，你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，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阿娘，哎，六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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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沈都，沈都，六娘，你醒了。你这高烧啊，可把娘给吓坏了。你要去哪儿啊？我要去找沈都。不许去！还去找那个畜生干什么？你替他冒雪喊冤，可他呢，刚被放出来，都不顾念你的病情，还什么？你嗓子怎么了？还什么？还带来了和离书。阿娘，和离书在哪儿？和离书在哪儿？阿娘。和离书在哪儿？和离书在哪儿？阿娘，和离书在哪儿？和离书在哪儿？和离书在哪儿？阿娘。我还是不敢相信，沈大革领平日看起来如此刚正不阿，怎么会公然的投靠黑罗刹呢？沈都这2天带着内卫府，已经替御茶司抓了不少没有投靠来罗支的官员了。内卫府如今已经彻底沦落成御茶司的鹰犬了。他做如此选择，那我们严家……五郎，沈都既然连和离书都送来了，那大革领今后无论做什么，便与我们严家再无瓜葛了。和离在如今的局势下，对严府未必不是件能远离纷争的好事。只是六娘，怕是要伤心了。他要伤心的恐怕不止这些。与他向来交好的那位义良帅和云雀娘子，在帮他进宫喊冤的当晚，就被御茶司以祸乱之名除掉了。六娘，徐大哥和云雀死了。六娘，你这烧刚退，不要命了吗？啊！
害了你们，我对不起你们。没有你，他们也得死。沈都，不要把他们的死归咎在自己身上，你没那么重要。徐享仁是想要查来忠诚谋逆的证据，所以他必须得死。你真的投靠了来罗之？徐大哥和云雀遇难那晚，你被放回来了。难道沈都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你忘了你的志向了吗？你忘了神府旧案，还有那枉死的济世寇神府的亲人了吗？我今日来，是劝你莫要横生枝节。想想严家，把何立树签了。以你之心，与我何离？为了徐大哥和云雀，为了所有那些枉死的人，沈都，从此你我便是陌路。
怎么了？我们去了严府，金姨娘说你没在家，我和江郎行就赶紧过来找你。你这是去了墓地啊？徐大哥和云雀是因我而死。六娘，你别这么说。来罗之之所以恨徐帅，也是因为救我，而我却走了。徐帅和云雀，他们走的时候很安详。我想，他们在天上也会过得很幸福吧。你受伤了？神都已经下定决心，同来罗之联手了。白无常真的跟来罗之联手了？他再也不是我认识的那个神都了。从今往后，我跟他再无瓜葛。六娘，六娘。你既是担心六娘，为何不去劝一劝她呀？自己的女儿自己了解。六娘从小就独立要强，遇到这么大的事儿，我们如果贸贸然上去，她定会为了让我们不担心，强颜欢笑，掩饰情绪的。是啊，六娘从来不让人操心。女人啊，最怕就是把怨怒哀思都压在肚子里，会憋出病的。那便让她自己静一静吧。
希望你就在那将就一下吧。你要是愿意留下来，里面还有一半的位置，你睡里面。时光中匆匆缘见一面，温暖回忆里的冬天。别管那明明孤沙，着一世风华。她像命中注定一般，成为了我的妻子。我想告诉她，在我心里，从始至终，一直都是她。你既不能为我提供温柔解语的无忧后宅，又不能以夫为天，事事争强好胜，爱出头，是非可与我共度余生的良人。3月之期已逾，我沈东决心要与你和离。爱纯净本无瑕，人苍生却变化，共度吧。还没用膳吗？一口都不吃，药也不喝，手上的伤也不包扎，就连门他都不开，你说怎么办呀？我这不也刚和离吗？最近吃得香，睡得饱的，日子比之前快活多了。不行，我去劝劝六妹吧。哎，甚好甚好。爹，不好了！我刚才去给六娘买国服，发现咱们严府周围到处都是御茶司的人啊！你确定是御茶司？我在内卫府这么久，这点暗捉眼线我还是能看得出来的。咱们严府这是被御茶司盯上了呀！人祸，人祸呀！老夫为官多年，从未见过如此阵仗。如今朝中局势变幻莫测，来罗之一手遮天。那沈度刚与六娘和离，便投靠了来罗之，这说明什么呀？说明什么？说明我们严府有难了。启奏陛下，立春将至，今年的百官大朝会马上就要开始筹备了。这是吏部和礼部根据往年流程草拟的章程，届时各地官员和各方驻军将领都会回襄安朝贺述职。不过，自陛下登基以来，每年大朝会都会定于2月初2春耕之时，而今年太皇太后凤体不适，是否由太史令另择吉日？百官大朝会是每年确定朝堂政务的大事，更涉及到外地官员和边疆将领入京，不宜轻易改期，就定在2月初2。若是到时太皇太后凤体仍未康复，便由本官陪同陛下一同举办大朝会。来中丞，你真的要替太皇太后来主持这大朝会？有何不可？来中丞，大朝会乃1年1度的百官盛事，彰显的是帝王威严、皇家体面。太皇太后垂帘听政，是替圣上行天子之职。你凭什么？凭太皇太后信任来某，凭他将监管百官之职交到来某手上，来某就得肩负起朝前许多事务的责任。我想，陛下一定也很愿意，来某陪您一同举办大朝会，接见各地官员和将领吧。哎呦，
陛下这是在邀请来忠诚啊！大朝会之时，陛下显然是愿意来忠诚站立左右的呀。是啊，太皇太后让忠诚大人监管百官，主持百官大朝会，也是名正言顺呐。来忠诚主持百官大朝会，自是名正言顺。尔等鼠辈，指鹿为马，厚颜无耻！还有你，来罗织，你妄想越俎代庖，窃国之心昭然若揭，其心可诛。沈大阁领，你今日未发一言，不如说说看，当堂无端辱骂朝廷重臣，内卫府的律例里可有这条处置？当朝辱骂朝廷重臣，应押入内卫府大牢，受水刑之罚。好，那就这么办。沈度你，沈大阁领，你何时为来党侍从了？张相，英王，你们好像对来某很是不满呢，莫非是怕本官揭露你们那些肮脏龌龊事？你在胡说什么？英王。岂能容你们放肆？御前牵牛为何在？牵牛为何在？英王殿下，你现在还看不出来吗？如今这大仓的朝堂上，大半都已经姓来了。以你们二位的身份，还是体面些，自己走出去的好。难道还要我派御茶司和内卫府的人来抓吗？神都狗贼，已经与黑罗刹沆瀣一气！你们这些不分青红皂白的乱臣贼子，不得好死！不得好死！哼！想不到啊，来某明明是披肝沥胆，尚不能补报圣上和太皇太后之恩，却要被这些无知小人说成这样。如今重任在肩，也只能竭力尽忠，死而后已。管他生前身后名吧，是不是啊，沈大阁领？那百官大朝会就按刚才说的准备。你们在做什么？尔等出身低贱的寒门小卒也敢前来，哼，真是脏了我们弘文馆的门楣。必须好好清洗一番。我是通过招考堂堂正正考进弘文馆的。天下学识不分贵贱，你们为何如此欺辱寒门？只不过是开门放进来的一条狗而已，难道真以为能与我们士族平起平坐？你记住，狗就算进了屋，它也还是一条狗。
那来忠诚也没什么氏族背景，你们一个个氏族大家溜须逢迎，倒是很乐意给来忠诚当狗啊！放肆！给我打！住手！境内外，他们氏族学子联合起来欺负寒门。弘文馆乃大仓最高学府，天子直隶太学。你不专心学业，却在此聒噪斗殴，成何体统？是他们啊！对，是他，就是他搬弄是非，扰得我们无心学业呀！对，就是他，搬弄是非。境内外，不是的，是他们。既然你在此处影响众多学子，那你便去内卫府大牢好好反省吧。内卫府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你们真的投靠奸佞了？当初是沈大哥领一路护送我们来考学的，他说弘文馆不分门第，广纳人才。如今，难道您要告诉我们这些寒门学子苦苦求学，竟是错了啊？不识时务，不知进退，便是错了。带走。还敢跟我们斗？就是，活该。闪开！闪开！给我闪开！世人皆称你我为黑白罗刹，如今你我并驾齐驱，到人间走这么一遭，还真是别有一番风味呀。如此宽敞的街道，你们御茶司的人便不能好好走路吗？非要如此横冲直撞，欺凌百姓，让闲杂人等妨碍忠诚出行，义良人当的什么差？我们义良人的职责，便是守护京畿，维护百姓平安，而非任何人的开路家奴。实在是碍眼。沈大阁领，京畿安防有内卫府负责，这些偷鸡摸狗的乌合之众，就不必在城中碍眼了吧？确实。沈度，你如此黑白不分，助纣为虐，对得起死去的徐帅和云雀吗？你对得起严姓吗？小小义良人，也敢挑衅内卫府大阁领，看来是没尝过我御茶司瓮刑的滋味。来人！等等，既然他辱骂的是沈某，那此事便由沈某自行来解决。今日留你一命，是让你回去管好你那些兄弟，告诉那些朋友们，往日情分，我沈都这里已经烟消云散。日后若是再敢出言不逊，必定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锤锤，这江郎行被白无常当街给羞辱了。什么？沈度当街羞辱江郎行？是啊，这我也是听说的，是因为他带着义良人顶撞了来忠诚。沈度，这投靠来了吃啦？黑白罗刹合体了呗？那个沈度，我倒是要看看
他的心是不是被狗吃了？刑部主事何在？放开我！快走，快走！老实点！哎呦，来忠臣今日怎么有空来我们刑部？来忠臣，姑爸，我没事。本官收到检举，刑部卷宗记录不详，漏洞百出，不知此事由谁负责呀？是，嗨，原来是陆书令使啊！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吗？是哪个不长眼的，居然敢检举刑部？难道不知道陆书令使是本官的人吗？拖出去！是。若是有人再敢叨扰陆书令使，那便是跟我来罗之作对。锤锤，你放心，无论你走到哪儿，都是我的人。你做梦！是吗？来罗之，来贼，放开我！小种，我们决一死战！你这个被我踩在脚下的蝼蚁，也敢跟我谈条件？你配吗？来罗之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怎么，心疼了？你居然为这样一个蝼蚁落泪，我真替你不值。其实，我一点都不舍得为难你。不过昨夜难眠，我又想到了你曾经唱过的那支歌谣。不如你再唱给我听听看，或许我的心情好一点，就愿意脚下留情。锤锤，你别听他的，你不要唱。闭嘴！别唱！莫冷雨阿婆尘阿娘年华花不尽，莫冷雨。阿志乖啊，莫冷雨阿婆尘，阿娘年华花不尽，阿婆尘阿婆尘。我说过的，只要你不离开我，自然就能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。至于那些你在意的人，我看在你的情分上，都不会太为难他们。我给你3天时间，好好想一想。来忠诚，慢走。姑爸，姑爸。
哭了，春春，我没事，我没事。六娘啊，你总不吃饭不行啊！你把门打开，娘给你送碗汤进去。你要是有什么怨气，等吃饱了，娘陪你一起打进身府。你娘我也是差点死过一回的人了，那管他是白无常还是白阎王，你娘我一定挠得他哭爹喊娘。女儿啊，娘知道你心里苦，可女人呢，一定得有爱和欣赏滋润才行啊。一个不懂得欣赏的人，要他何用？咱也不能遇到点事儿就被打倒，不是？娘答应你，一定给你找一个对你呵护备至、言听计从的俊俏小伙子，怎么样？啊？俊俏小伙子，我来看看言信。六娘，是我，潘池。六娘，六娘最近闭门不出，谁叫都不开门。进来吧。这是把我的话听进去了？哎呀，大夫人！啊，金姨娘，刚才可是有外男进了六娘房门。大夫人，你胡说什么呀？什么外男的？我们六娘那是刑部女官，又不是深宅女眷，自然是要会见宾客、处理公务的。啊，六娘自然是贤德的。六娘虽然不是我生的，但也是我看着长大的。都知道。此前她嫁给沈度，我也是胆战心惊，也是希望她能找个好姻缘。可如今既已和离回了严府，总该顾及一下严府的脸面。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不知道吗？如今整个严府都被御茶司盯着，外面在传严家女儿成了弃妇。如今再有外男随意出入，我只怕别人以为我们严家管教不严。大夫人，明明是我们六娘不要那个狼心狗肺的沈度了，你竟敢说我们家六娘是弃妇！我告诉你，大夫人，我忍了你很久了，我跟你拼了！我好心好意的。什么叫好心好意啊？哎，别打了！别打了！别打了呀！别打了！我打！不信我这不是！你们两个快住手！哎，六娘，好心好意的你们也嘘。阿娘，母亲，你们别吵了。爹，我们要出去一下。如是，你胡说八道！那不就老爷吗？别打了！你还狡辩！别打了！继续打！老爷，你打我干什么呀？你看他！哎，你管不管他呀？你轻一点，你打我脸了！你是通明馆的人？你是严杏。前面拐过去有一条小巷，你们从那里出去，无人知晓。为何帮我们？
为了姐妹之情，为了女子有德。多谢。多谢，快走吧。来了来了，姐姐，快快快！六娘，春春，快！你可算是来了，我都担心你出不来了。还好，有惊无险。白无常真的跟来罗之联手了？从今往后，我跟沈度再无瓜葛。你是怎么绕开御茶司耳目的？你这几日足不出户，已经让来罗之放松了些警惕。看来锤锤是看懂了我的戏。言有耳目，3日当迟。便是严府周围有来罗之的耳目监视。3日后，你约我在当铺相见。陆锤锤已经在当铺等我们了，我们想办法绕开暗哨过去。赠予展心，原来她是通明馆邝展心的姐妹。那她今日助我，是因为觉得我替邝展心伸了冤吗？查案鸣冤，本就不是为了谋求回报，今日走的，全是为人心善念，守望相助。锤锤，如今来罗之一手遮天，我想到了一个办法。不如你跟江郎行先暂时离开香安，出去避一避风头。我昨日与他虚与委蛇，他最近应该会放松警惕，我们便可以趁此机会逃出去。六娘，不如你跟我们一起走吧。我还得留在这里。为什么？你不会还放不下那个白无常吧？照顾好自己。锤锤，锤锤，爹。哎，你是第一次出远门，记得万物都没有黄金好。爹爹啊，就给你多备了点金子，路上用着方便啊。来，背上。哎，路上小心啊，听话。爹。嘿，好，听话啊。顾板，锤锤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顾板，你为了我，要离开香安，还要放弃一良人的身份，你会不会觉得遗憾？会不会觉得可惜啊？只要有你在，哪儿都是我江郎行施展拳脚的地方。对，那从此以后，我们便做一对惩奸除恶的江湖豪侠。好。多谢。
保重。告辞。给我吧。什么就不见了？属下无能，陆姑娘和江郎行确实已经失去了踪迹，恐怕已经离开了香安。那就出城，去各地找，就算掘地3尺，也要把他给我找出来。是。他之前就是在骗你，这样的女人，你何必惦记着她？滚！都给我滚！东州守军前来拜见来中丞。杨岳城首府求见来中丞。圆梦城都尉前来拜见。中丞，这几日前来投诚的士卒马车，将府门口街道围得水泄不通，赶都赶不走。如今已有70%的官员都拜入您的门下，只有文人难以成事。各地将领可有动向？各地府兵都尉都递过来拜帖，都表示想借着大朝会之机来香安拜谢中丞。好，6镇府兵已有4名都尉投诚，剩下2个不足为惧。2月初2，看来2月初2是个好日子。飞蛾扑火，朝生暮死，无入轮回，不死轮回。紫薇现世，大仓之福，盛会泰来，天下罗织。盛会泰来，天下罗织。盛会泰来，天下罗织。六娘，阿潘，御茶司如今还没有撤销对严府的盯梢，你就这么出来，不怕受牵连？莱罗只想牵连我，还差这1次2次吗？我陪你出去散散心，有何不可？听说如今内卫府和御茶司沆瀣一气，香安从此恐怕是再也没有晴天了。流言蜚语听多了，容易伤身，不如去找些乐子。夫人，严主事。严主事，口口声声说自己醉心于公务，怎么如今在刑部见不着你人，反倒在这儿和无关紧要的人谈情？沈大人，6娘已下旨，她隶属刑部，她和谁聊天和谁结交，恐怕内卫府管不着吧？大仓满朝文武除了御茶司，有谁敢不听我内卫府的话？沈度，你看看你如今的样子，百姓们都在说，黑白阎王并肩走，从此人间是炼狱。难道你还觉得被人人避如蛇蝎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吗？你可还记得你曾经说过的话，立下的誓言？人都是会变的。6娘，别和这种人多废话，我们走吧。6娘，你先坐这儿休息一下，我马上出来。6娘，
你是否还记得，这是我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？景道，再无有断，与景长，说再断。这是你教我的。从你我初识，我便想象过你未来的样子。你会成为一名为民请命的女官，流芳百世。如今也只有你还陷我心中的抱负。在我眼里，你从来都不是谁的女儿，又或是谁的夫人。你是刑部女官严杏，是大仓最厉害的破案能手，更是我的知己。我只希望你能自由快活地在刑部完成自己的抱负，我一定会默默地站在你的身后。但可惜，如今一切都变了，这朝堂暗流涌动，毫无公平正义可言。你斡旋其中，反受其累。天下之大，并不是只有一条为官之道。或许你说的对。以你我之力，便是四海周游，也能平不平之事，辨不白之冤。严杏，你是否愿意与我一起，逃离这片是非之地，携手天涯？只要你愿意，我现在便可以马上要了这对狗男女的性命。您现在若放手，恐怕人就再也回不来了。正好，免得碍眼。你放心，我会让刑部给沈家证明，不过就是一道折子的事。还有什么需要交代的吗？已经跟家里说过了，出去游玩些时，他们也极为赞成，觉得天大地大，自能心胸豁达，不为俗事所烦扰。出城之后，一切纷扰都与你我无关了。
以天为盖，地为炉，一身青云踏风行。撤！撤！太皇太后，没事，无妨，无妨。何人？听闻太皇太后病情加重，微臣心中甚是牵挂，特来请安探望。哦，哀家并无大碍，静养几日即可。来中丞无需担忧，你只管做好你朝中该做之事，安分守己一些，免得让人说你不懂规矩。太皇太后教训的是。看起来，太皇太后病入骨髓的消息不虚啊。放肆！哀家面前，岂容你如此不恭不敬？别动气，人命危浅呢。来人！来人！你是来谋害哀家的。太皇太后，微臣怎会有此意？微臣一直以来，可都是忠心耿耿的。来罗之，你本出身低微，若非哀家提携，哪来你今日的荣华富贵呀？可你竟有不臣之心，畜生不如！若非你自己猜忌善妒，容不下旁人，又怎会落得今日的报应？哀家自问，对得起天地，无愧于心，不负大苍，岂能容你来评判？
好一句问心无愧。那你可还记得遭你陷害、被你逼死的淑妃吗？淑妃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和她什么关系？也是。偌大的皇宫，谁会记得一个邻国献来的女子，一个活生生被逼死的妃子？当然，更无人会记得他的孩子。阿芝，你要记住，是周巡害死了你的娘亲。你父王一死，整个皇宫里就再也没有咱娘俩的生路了。皇后和她背后的周氏一族只手遮天，他们是不会让你活下去的。但是你别怕，娘亲会保护你。就算是死，我也要让你活下去。用娘亲的死换我儿的生机。阿芝，你要活下去，一定要活下去，去夺回属于你的一切，知道吗？知道吗？阿芝，奶娘用她的儿子换了我一条命，从此我便是来罗之，和奶娘的一对双生女儿相依为命。出生像飞蛾扑火，殊不知身为蜉蝣。阿娘，母妃死后，高高在上的太皇太后觉得这不过是一桩后宫丑闻，下令宫中不得再谈论此事。也正因为如此，跟我母妃一同来大仓的女仆我的奶娘，瞒过所有人的耳目，将我带出宫去。那当年在废墟里面烧焦的那个男童尸首，奶娘的儿子与我年龄相仿，他是自愿替我走入火中的。疯了，真是疯了！这一切都是拜你所赐，你是因，所以也当由我来还你这个果。你想怎么样？你如今命不久矣，那小皇帝仍未开智，我看这天下还是交给我，他的这个叔叔吧。这皇位本就是我的，我登基才能更好地延续萧家的血脉。父皇在天之灵也会替列祖列宗深感欣慰的。还请太皇太后这就写下让位诏书吧。
让魏诏书痴心妄想。想一想，我那妹妹永安还被关押着呢，还有贤王，也该给她安排一个好去处了。你敢？如今我身为监国，可还是太皇太后一手扶持的呢。永安资兵谋反，铁证如山。从张相身上随便挖出一个给贤王下狱的罪名，也是易如反掌。下一步如何？太皇太后当真想不到吗？我14岁进宫，一生都是在争斗中度过的，可终究还是疏于防范的。你大可等我死了之后，什么样的诏书不是随你编来吗？啊，哼！不过也是个沽名钓誉之辈，想名正言顺地登上这位置罢了。百官大朝会之日，便是我母妃的忌日，也是我留给你的最后期限。到时，我母妃会看到她的儿子光明正大的回来，她的忌日，便是她孩子的登基之日。算日子，应该已经到了。撤！这是南郎的界碑，我们终于到了。师傅，陈大人，徒弟啊，收到你的飞书来信，我算着你们也该到了，没想到还更快了一些。师傅，如今香安城到处都是来罗支的爪牙，安全起见，我们途中不敢停歇。你想要知道的事情，果真不简单呐。原来6年啊，早就找陈大人暗中前往南廊调查来罗支的身世了。我之前听锤锤说，来罗支母亲的墓碑上只有碧落之名，却无家族姓氏，便让野云去查探了一番。只见祭拜魏烧经的纸上画着海螺，而大仓祭祖的纸钱上鲜少有这类图案。倒是听闻南廊有崇拜海螺的。野云在地上还发现了泼洒牛血的痕迹，以牛血为祭，也恰恰是南廊的风俗。师父，碧落竟然就是当年南廊献给大仓先帝的书费。没错，不过这个碧落还有一段不为人知的过去，恐怕连他的亲生儿子都不知道。
明日大朝会之后，一切就尘埃落定了。等了这么多年，若他明日乖乖交出皇位，还差那么点意思。千岁，千岁，千岁！朝会盛举，普天同庆，太皇太后欣喜，得以并御，赐宴群臣。谢太皇太后隆恩。太皇太后才育，不宜操劳，若旧疾复发，那可就不好了。太皇太后是不是有旨，要在大朝会之时向百官招布啊？来中丞真是越来越不懂规矩了。多亏来中丞提示，哀家确有事要宣。前些日子，哀家突患恶疾，无暇朝中之事，诸多事宜暂交给御茶司督办。来中丞颇为辛劳，如今哀家身体痊愈，陛下也随太傅精修治国之法。即日起，来中丞不必再行监国之职，去了御茶司烦差，安生歇息去吧。